在这个备孕的过程中呢，这个子宫是胚胎住的地方，如果胚胎住的地方发生了问题，就不能够来顺利的怀孕。好，我们今天要回到小学堂了。那么今天的我们的介绍的主题呢是请钱宗义我们的副院长，钱副院长你好。你好。我想你做的子宫镜也应该大概上5万以上。5万例了。如果你没有说第二，没有人敢说第一了哈。以你做子宫镜的经验和时间，还有个案来讲呢，台湾可能没有人呢能够有你这样的好的经验，好的一个临床基础哈。那么造成怀孕的问题，包括不孕啊，或是说会流产啊，或是其他的不能着床的原因呢，和子宫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因素。所以除了有好的胚胎以外，也要好的这个子宫，让它能够好好的胚胎在那边记住。所以我们要来对子宫镜来做一个介绍。什么是子宫镜？它子宫镜最常见的用途是什么？这子宫镜哦，因为它分成2种，一个叫软式的，一个叫硬式的。那软式子宫镜它的管径很小，所以对刚不孕的病人，我们可以很简单的只要在子宫里面有冲水，从那个镜头就可以看得到子宫腔里面的状况。例如常常遇到的，可能有一些像息肉啊、有肌瘤啊、粘连啊、先天性异常的像这样的话，我们就会看得到。那另外一种叫做硬式的子宫镜，那硬式的子宫镜它是管径比较粗，所以它必须要麻醉啊。像这样的子宫镜就是在做治疗用的，这种就是诊断性的啊，这种不需要麻醉，它也不会痛。很多人说哇会痛事实上它是不会痛，把水打进去的时候会有点胀胀的而已，做的也很快，像比较有经验的，大家都不用1分钟就好了，而且看得很清楚。那如果有发现有肌瘤啊、有息肉啊，就可以用这种硬式的子宫镜来处理。透过子宫镜可以了解到子宫镜里面的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因为有些人子宫是正常的，有人是子宫不正常的。请问呢，副院长，你常见的子宫的不正常状况是怎么样？一般我们在发现说子宫腔有问题的，息肉最多，大概有20% 会发现有问题的，大概90% 可能是子宫内膜的息肉。那子宫内膜的息肉，一般如果超过1.5公分以上，一定会影响怀孕啊。如果是很多发性的，虽然是可能0.几啊，但是太多了，这个也会影响到怀孕。那如果是发现的是肌瘤1.5公分以上的，像这个都很会影响。那个避孕器啊，胚胎放进去怎么会怀孕呢？而且像这样子宫肌瘤在子宫腔里面的经血量都特别多这种都一定要先处理啊。还有一些例如说粘连以前可能有拿过小孩啊，造成内膜受伤的啊，那子宫腔变得很狭窄。例如说整个子宫腔室剩下不到1/2，可以用手术的方式把子宫腔把它撑大让子宫腔变得比较正常，那这样对怀孕也是有帮忙的。它子宫有那种双角子宫或是单角子宫或者是双子宫或者子宫中隔的。那例如说这种是子宫的畸形，那这种子宫的畸形它是本来就比较小了，所以我们在有这样的病人之下，我们可以矫正它的，例如说子宫中隔的部分。那双子宫跟双角子宫这个就不需要去把它矫正了，矫正也不会更好。所以一般我们说发现说有双子宫或者双角子宫的状况之下，那我们就可能会选择单一胚胎植入，而且最好就是做有胚胎诊断，好的胚胎放进去，那可以增加它怀孕的几率，而且能够比较容易顺产。不然你如果是一旦放在同一边双胞胎，那本来这样的单胞胎就很容易早产了，你如果双胞胎更容易早产。在这个备孕的过程中呢，这个子宫是胚胎住的地方，如果胚胎住的地方发生了问题，就不能够来顺利的怀孕。那么呢，有时候呢，它如果有一些子宫肌瘤出现的话，在什么状况之下，子宫就会影响它的怀孕，或是说先怀孕或是先
先处理或先处理。那么副院长，你的见解怎么样？因为像一般的妇女的话，会长肌瘤的比例说起来要25%到50%，所以很多的人都会长肌瘤。那肌瘤长的位置，有3个位置，真的会影响的，应该是在子宫腔里面的。这个可能1公分，可能经血量就特别多了。那如果是在子宫的肌肉层，这当然是最多，因为我们知道肌瘤是从子宫里面的血管壁长出来的。那像这样的话，如果没有超过5公分，大概它也没有什么症状。如果超过5公分，可能就要处理，因为可能经血量变多了，可能影响里面的血管啊。因为我们知道，一旦你怀孕的话，因为荷尔蒙的关系，它会变得更大。这可能影响胎儿的发育。那有些是它长到外面去的，比较没有关系，只是可能会要不其他的器官，例如说输尿管啊、肠子啊、膀胱有这样的状况。当然，还是以5公分为需不需要开刀的标准，这样子。那么如果有些病人呢，他呢这个有子宫肌瘤，但是呢怀孕以后呢，可能会成什么状况？怀孕的时候，第一个它可能会变大，那第二个它会有一些变性。那变性的时候，它可能会肚子会痛。那因为怀孕的时候肚子痛，你就搞不清楚到底是因为这肌瘤产生了变性，还是说，还有其他问题，说早产呢，还是怎样，所以有时候会搞不清楚。但是因为太多人长肌瘤了，所以还是一个标准，就是说，如果长到子宫腔里面的，就你住的房子里面有这个肌瘤，要先处理。在肌肉层里面的，就墙壁里面的，那就先可以不超过5公分，先不用急着要处理。请问一下，有哪些的状况适不适合做子宫镜的检查？例如，一般来讲，应该就是大家都可以，只要没有怀孕，她没有怀孕之下，你可以做啊。当然是最好的情况之下是在排卵前来做，因为排卵后它内膜会比较厚，有时候会比较不容易看。这个 case 应该是他才31岁，他有一次，大概是8周胎死腹中，那已经又2年没有怀孕了，那我就把他安排抽个血，就发现他的 TSH 就是甲状腺功能低下，还有 AMH 比较高，大概15，所以他应该有那个多囊性卵巢，就排卵比较不容易的状况。那安排做子宫镜还有输卵管摄影检查之后，就发现说，它是一个子宫中隔，它是呈现完整的子宫，那我们就可以安排子宫切除术，就 TCR 那种硬式子宫镜，把这个中隔把它切掉。开始的时候我们看清楚，它是单角的，是一个单角子宫，因为只能那个管子只能从一边进去，所以看起来像单角子宫。其实它是有一个中隔，它管子伸到那边去了，所以我们手术完你可以看得清楚，我们就变成是一个子宫就变得很大了，那中隔就不见了。那这样的话，我们一般可以建议他可以在大概3个月半年以后再看看能不能自然怀孕，如果不行的话，再寻求我们的帮忙这样子。那请教呢，那个副院长，为什么茂盛医院要做这个子宫镜的检查？有什么好处？刚刚讲的可以发现子宫里面的病灶，例如说息肉啊、肌瘤啊、粘连啊，还有一些先天性的异常。那这样的话，你可以先处理掉，然后排除这些障碍，那这样子比较容易顺利的着床，也顺利的生产哦。那因为子宫镜的检查很简单，因为有经验的医师大概都不用5分钟就好了。那当然我刚才讲的，但不仅说子宫腔的问题，你的子宫颈那边路径如果有问题的，也可以事先规划这个子宫颈的路径。所以我们说子宫镜不仅是可以诊断子宫腔里面的病灶，它子宫颈那些的病灶也可以一并处理。例如说它如果是它的道路是崎岖不平到9弯18拐的程度，那可能还是要用手术的方式把它打通，让它变成康庄大道，像高速公路一样所以我们在这样的话，我们植入的时候就更加的方便。所以今天呢，副院长所讲的呢，怎么样将子宫里面你的房子里面有一些的障碍物，
然后影响到这个胚胎住的不舒服，导致它没有办法怀孕。如果在事先在备孕的之前呢，能够将这些房子清干净以后，把它扫除一些障碍完以后，那么在怀孕的话呢，可能就比较顺利健康的一个怀孕。所以这是一个在备孕之前或是准备怀孕或是已经做试管失败的个案，或是有流产的个案呢，那么呢，能够再将子宫的环境做一个全部的了解，那么让这个房子干净又好住，那么胚胎就容易着床。那么谢谢副院长今天的一个对子宫内视镜的一个诠释和这个介绍，谢谢。谢谢。请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请按赞分享，下次再见。